我们先来到美加边界和平门公园啊，大家看这些车排队的，就是要准备过境美加的。看看这个图，这条横线就是美国加拿大国境线，那个就是和平门公园。沿着美加边境这条线上有一条很窄的、很小的路，这条路就是0号公路。今天我就带大家走一走这条路。这个是和平门，很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两个国家。其实这个公园还是蛮漂亮啊，有很多花坛，但是呢，可能是疫情的原因，现在这个公园门口说是禁止入内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往里走了，在远处看一看啊。每天总是有很多车排着要穿越国境，这个就是一个国境的界碑啊，这是 Canada， 那边就是美国了。好，我们来到0号路的起点啊，大家看这是0号路，那个呢就是和平公园，两条路，0号路就从这里开始。我们开着车开始沿着这个0号路从西向东走一走。我查了一下，这条公路呢大概是30公里左右长，再往前走呢就要进山了，所以呢这条公路其实并不是很长的。加拿大很多公路都是按1号、2号、3号来取名字的啊，因为这条路已经到头了，再往前就要进入美国了，所以给它命名为0号公路。0号公路是在加拿大境内，过了0号公路就属于美国国境。大家看右手边这个水沟，其实那个就是真正的国境线，过了它就等于进入了美国领土了。右边这个还美国方面，这是一个公园，这儿还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过去，但是两边这两个牌子其实写的就是界碑，大家轻易不要过界。好，我们沿着0号公路继续向前走。说到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国境啊，加拿大和美国这个边境号称是全世界最长的国境线，它全长大概有8890公里啊，真是长。这有多长呢？据说从中国海南开车到新疆喀什也才6000，所以你想想8800多公里有多长。但是这条公路又是全世界最长的不设防的公路，就是说它没有边防军，没有铁丝网，没有任何东西，理论上来说两国人是可以互相随意往来的。所以加拿大呢，它只有一个邻国，就是美国，这个方面对他来说又是这么好的朋友关系，所以他这个国防开支啊，边防预算呢，省了一大笔钱呢，可以用来发展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和社会福利，这对加拿大无疑是个好处。这点和美国墨西哥边境形成鲜明对比，美国南边就是墨西哥，但是那里戒备森严呢。川普政府在那还专门修了一个围墙，花了几十亿啊，荷钱实弹。总是有很多墨西哥人想偷渡到美国来，从加拿大要想偷渡去美国，那是易如反掌。为什么没人过去呢？其实加拿大人对美国这个态度有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啊，有人问把加拿大合并到美国去，愿意不愿意呢？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说 no。这就是个界碑，还经常粉刷，有的时候很脏，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了啊。这个界碑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，它就是在这个公路的旁边，那边就是美国一户人家啦。我们走近看一看，美国国旗还迎风飘扬。继续前进，大家看两边，加拿大这边呢，总的来说都是有栏杆拦着的，很多都是深宅大院，甚至些豪宅。美国那边好像很简单了。路过一个豪宅，这个豪宅我得停下车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几年前呢，这个房子
因为我是个地产经纪啊。几年前我曾经带客户到这看过这房子，对这个房子印象深刻，巨大，这是专门给佣人住的房子和车库啊。这个房子当时要价是160多万，卖出160多万，现在我查了一下，政府估价已经300多万了，涨得真快呀。占地很大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占地是9000多平方米。这个房子本身居住面积的也有500多平米，是一个大宅子。我那个客户当时没买，我都替他遗憾，真是不错的一个房子。这是另一个豪宅。总之这一路上呢，加拿大这方面竟是大豪宅和农场，一派生机勃勃呀。美国那边就显得很淡，这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小房子，很少，人也很少。后来我想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可能跟这个地理原因有关系啊。因为在加拿大呀，大家看这张图，加拿大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住在加拿大的最南端，也就是靠近美加边界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越往南边天气越暖和，北边就冰天雪地了。这个0号公路呢，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在过去2年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啊，美加两国边界关闭了，两国人们的往来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只有非常 essential 的需要，就是说，比方说拉食品的卡车才可以过境，一般人都是不可以穿越国境的。这就问题来了，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亲密啊，有很多家庭都是有人住这边，有人住那边，所以这一关闭使他们这个相聚受到了极大困难。但是这聪明人总是有办法啊，很多美加人呢，为了互相见面，到周末的时候就跑到0号公路上这边来，你在这边，我在那边，可以短期的这个相聚啊，聊聊天，喝喝茶，总算见一面吧。这也成了当时0号公路的一景。搬着小马扎，大家还聊聊天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一种方式，而且不犯法呀。有时候警察也来到这儿来，但是他们多数情况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0号公路在这么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还扮演过这么一个特殊的角色，真是不错。这应该记在0号公路这个发展历史上。好，我们沿着这个公路继续向东前进。看样左边这是个养马场啊。好，我们拐过来看一看，看看是不是一个养马场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私人的养马场。加拿大很多人喜欢养马，但是不在自己家里养，他们放到这种养马场，有人专门给他们喂养。他们周末可以过来骑骑马。是一种生活呀。这个看样还是个马术场的练习场。继续向前，左边好像是一个草场，就是种植那种专门供马做饲料用的那种草的草场。我们拐过去看一看，果然是嘿。别进去了，这是私人领地，还是停在外边拍个照片吧。果然是 for horses， 就是专门给马吃的饲料。养马的人多了，就需要饲料啊。这个地方专门就是生产种这种草，然后包装好了以后，马过冬的时候可以买这种饲料。0号公路呢，车比较少，因为到底它靠最南边了，这边居住的人也比较少，所以比较清静。哦，这有一个酿酒厂 ，winery， 我们进去看一看啊。这几个大酒桶叫 Glass House Winery。哦，后院还是蛮漂亮，小桥流水。这个地方，哦，很多人在里边吃饭。后来我问了一下，这儿今天还是有一个婚礼，把整个这个酒庄给它包下来了。我们到后边看看，酒庄自己有自己的葡萄园，大面积的葡萄园呢。
Blueberry? Yeah, blueberry and cherry. Blueberry. If you want a 5-pound Those one, are $2.50, and then those are $3.50, and then And if we you have want 5 pounds, it's 12. I want 5 pounds. Okay. and there's iced tea. Fresh, right? Yeah, handpicked. Fresh, no sprays done, nothing. I mean, Is I'll it- go get more. Should I go? Pardon? You pick. Yeah. 我们看看价格啊，樱桃3块5一磅，蓝莓2块5一磅，便宜。我们看看这工人在这儿采摘啊，都是一些印度人啊。这个印度人干这个行业的很多。其实这个0号路啊，绕过去那边还有一小段，今天我们就不走了，因为要绕很远的路。我们打道回府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并转发，谢谢。